我叫金锁阴，一个怪谈世界中的顶级牛马。从周二问答秀死里逃生后，我们就被送到了医务室。陆啊，听说你要被提拔成主任了喂！不过据说，因为也有很多人眼红，拼命反对。领导们一直实时播报公司大群的各种动态，我却毫无兴致，因为刚经历的怪谈真让我快到极限了，所以升职与否我并不是很关心。反倒这药效果极佳，虽然白日梦集团的药都很可疑，但这专门治疗怪谈损伤的药确实名不虚传。说实话，这明明是史无前例的特殊情况，要是科长能更强硬地向上头争取一下就好了。可惜他不是那种性格。等以后代理您升职了，请务必帮我们争取。哦，在那之前我会先辞职的。我也好想辞职。在一种奇妙的同僚情谊中，我们横七竖八地瘫在医务室的病床上。活着真好啊！谢谢你啊，陆。不用，都是本职工作啊。我们也不是那么无能的前辈哈，因为只说是D级，所以大意了。代理，你这解释有点牵强哦。下次给你们露一手。我只求别有下次了。然而，平和的带薪摸鱼并未持续太久。传说中的李在线科长推门而入，他一边询问伤情，一边通报公司对这次事故的决议，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因为代号蜥蜴的他竟真的长着一颗蜥蜴头，而且原作中并未提过这点。我只能强装镇定，应付着诡异的场面。对的，我没事的。科长告诉我们，这次事故是人为失误 ，L 组全员殉职，同时公司拒绝承认评级不当。周二问答秀依旧判定为 D 级，但碍于采集器里实打实的 A 级梦素，所以公司的补偿方案是每人发放3W 积分，而且我由于表现突出，额外获得1万积分。得知情况的领导们怀揣着报复公司的心情，提出用公款去聚餐，顺便庆祝这笔巨额积分。聚餐氛围出乎意料的愉快，觥筹交错间，我确认了2件事：第一，全场只有我能看见科长的蜥蜴头；第二，酒精确实是驱散恐惧的良药。所以我当即决定痛饮几杯后，美美睡一觉。4W 积分是要存着吗？啊，是的，想换许愿券。请问积分还有其他用途吗？有。这臭蜥蜴还真是惜字如金，但一想到在紧急通信时他也是这种腔调，我也释然了。所以在我连环追问下，从科长口中得知，积分还能用来定制专属装备。原作中的白夜梦集团是一家将职员推向恐怖怪谈，以此提取梦素的阴森公司，所以为了平衡赤手空拳，就提出了专属装备这个设定。只是它并不像是超能力，顶多加点特殊辅助啊。那请问，我也能定制专属装备吗？能。能请您介绍下吗？就这样。科长帮我补全了我不知道的信息。定制装备需要通过公司持有的特定怪谈来制作，这类怪谈安全且具有功能性，统称黄昏怪谈。而现场探查组最常用的是黄昏99号怪谈。于是饭后，上司们便怂恿我直接来到了制作装备的地方。管理人员很快便带我们来到了99号门前，绝对不能误开其他门，连门把手都不要碰。门后是一间温室，中间摆着一台机器，它叫种子套件。功能是将放入的2个物品特性融合，生成新物品。但坑爹的是，使用一次居然还要收取1000积分。员工自掏腰包做装备给公司打工，果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既然战力天花板的蜥蜴都说有用，那肯定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组长十分爽快，把他那把黄油刀借给我当母体。这是一把能切割怪谈媒介进行跨次元传送物品的小刀。之前引发混乱的那节电池，估计就是靠它传送的。至于另一件物品，我思索片刻，选了最值钱的银蛇币。随后，我便根据指示将2件物品放进了种子套件中。机器随即在扫描了物品所有者的信息后，便开始运转。伴随着蒸汽和不知名射线，这个黄昏很快便完成了专属装备的制作。如此一来，我便拿到了自己的第1件定制装备。好想知道，到底会是什么特殊功能？我叫金锁阴，一个不善言辞的怪谈牛马。仅用26分钟，我们 D 组就速通了刚才的怪谈。我这次压了10个，毕竟那群小白鼠没个几天估摸着出不来。唉，李主任，压肚的事别太声张，知道吗？咦，怎么？当 D 组全员毫发无损地出现在研发部办公室时，我能感觉到所有人全都像见鬼了一样盯着我们。厉害啊，这才26分钟就出来了。
对的，而且梦宿显示是D级哦。于是，在尴尬的气氛中，我开始解释通关机制。首先，原作描述的小丑是妆容暗淡，表情悲伤，但现场的小丑大都是五颜六色，神情诡异。我便冒出一个念头：此小丑非彼小丑，因为小丑其实有很多种类，比如卓别林和潘尼怀斯都是小丑，但他们从外貌特征到戏剧内核却有天壤之别。其中最符合描述的，大概是以悲伤为内核的皮埃罗，他源自17世纪的法国哑剧，核心标签是忧郁、安静、克制，所以我推测会咋咋呼呼跳出来追人的，大概率不是正确答案。为了验证，我们就只寻找了符合皮埃罗特征的画框。稳妥起见，我们只在3米外的安全距离，利用手套进行试探。从结果来看，答案正确，符合特征的小丑安静地消失了。啊！可里面那么黑，你们怎么看清的？资料里明确说，哪怕一点光亮，所有小丑都会同时冲出画框啊！因为科长一眼就辨认出来了。以后让人带夜视仪进去就行了。研发员一脸震惊地接过我递来的采集器，交差完毕，好不容易又活了一天。金首席难道没收到名片之类的吗？没有，新人名片还没下来。装什么傻？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那个。闻言，我想起一件事，入职时的礼品袋中，除了面具，确实还有个名片。想赚更多积分的话，就联系那边吧，你应该很快就会用得上。啊，暂时没这个需求啊。说罢，我赶紧溜之大吉。我发誓，绝不会为高额积分去碰所谓的美差。转眼间入职就1个月了，靠着一路速通，这月我又攒了5000积分，也多亏了组内氛围和领导照顾。陆啊，你业绩这么好，上面肯定也注意到了。啊？上面人肯定会点名想见你，到时一定要跟我们说，对科长也要说。换作现实世界，我肯定会怀疑上司是不是想抢功，但这儿可是怪谈世界，而且都是救过我命的领导。知道了，别看科长不苟言笑，还是很靠谱的。万一派什么破差事给你，拜托他的话，他会帮你挡一挡的。哦，好。起初我并没当一回事，但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今天像往常一样来研发部领任务时，却多了其他组的人在场。很快我便从领导口中得知，这次怪谈需要多组联合进入。那些戴着蝴蝶、螳螂、绿头鸭面具的是 A 组的组员，他们的面具都有金色标志，这代表是公司的精锐。另外没有金色标志的则是 Y 组组员，我还认出其中有人是跟我同期入职的。 Y 组的人随便应付下就行啊，理由以后再告诉你。哦，好。我就喜欢你这犀利的小眼神儿。从刚才起，我已经大概猜到其中原委，但还没等我理清思绪。大家好，现在开始见报。关于今天进入的黑暗，坦白说，我们也没什么头绪。虽然资料只有很少的信息，但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大规模怪谈还是来了，这是一个名叫《欢乐主题公园》的桌游怪谈，需要多人参与，而进入怪谈的媒介就是眼前这个桌游，里面是一张按区域划分的主题公园地图，还有五颜六色的棋子。很快众人便通过抽签被划分到了不同颜色的队伍，黄色4人，蓝色4人，而我跟陈代理还有同期新人抽到了红色。但进入怪谈的桌游并没有发生任何反应。看来还少一个人。没想到下一秒，这神经病居然给我旁边的好赌研发员丢了一枚红色棋子。他下意识接住棋子的瞬间，传送开始了。再醒来，我就置身于一个乐园中央，孩子们的欢笑声四处飘荡，但目之所及却只有无数玩偶。我立刻反应过来，查看了手腕，果然3个空格，必须乘坐3个游乐设施才能逃离的 B 级怪谈。放我出去！这不对，搞错了！我一把捂住惊慌失措的研究员，但刚才那一瞬间，抵达乐园里无数的吉祥物齐刷刷地看向了这边。因为这个怪谈的第3条规则就是，请克制一切与欢乐主题不相符的情绪表现。我紧张地等待玩偶们恢复行动，才敢放开手。喂，你要是再敢哼唧一声，我就先宰了你！A 组的职员一点也没手下留情。您下手是不是太重了点儿？但此刻我已无暇劝解，这是典型的规则类怪谈，而且还是 B 级。跟以往的情况相比 ，D 组的人感觉会很危险。当然，眼下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叫金锁因，一个胆大包天的怪谈牛马。其实，在进入怪谈前，我就察觉到了异常。寥寥无几的资料，故意打乱的分组，临时安插的眼线。那个神经病的目的很明显，除了 A 组，
其余都是用来测试怪谈的炮灰。原作中，他就曾因屡次策划必死无疑的黑暗探查而遭到处分，但现在也只能随机应变了。虽然我知道基本情况，可由于怪谈的规则2，想单刷是不可能的。我需要先搞清楚团队信息。喂，菜鸟，听说你是新人首席，刚干得不错。谢谢。专属装备有了吗？啊，有的，一个远程手套。代理，您的是什么？只见他从指甲上拉出一个护指套，可以无限延伸，强度也不错。哇，好厉害的样子！代理，方便请教您名字吗？我姓甄，互通姓名就没必要了。优越感真强，但从他姓氏和身份来看，应该是甄纳帅。原作中，他是一个既会潜伏刺杀，也会一本正经地问黄瓜讨不讨厌胡萝卜的角色。随后我还了解到，Y组的新人名叫张虚云，但他似乎连专属装备这类信息都不知道。至于那名好赌的研究员，已然吓得无法正常沟通了。不行，我走不动了，过来扶我一下。领导，听说自己走存活率高一点哦。还真是个自私自利的软骨头。暂时从他们身上也获取不到什么信息了，我便开始观察周围环境，四处都是红色元素和兔子元素。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兔子吉祥物迎面走来，身后还跟着一长串人偶队伍。见状，我赶忙拦住了想要继续前进的甄代理。没想到花车巡游这么快就开始了。兔子吉祥物在花车上挥手，并不断地敲击周围的胡萝卜。起初一切正常，糖果、花朵、烟花，但马上倾泻而下的红色物品就变成了血液、内脏、残肢，而且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意思。我努力挤出笑容，尽量不看眼前的景象，因为规则第7条必须开心地为游行加油。但我旁边的新人却……没事吧？喂，首席，我看你有潜力才告诉你，别和那些累赘瞎亲近。类似的话，刚才也听过，但我已经知道原因了。他们就是肉盾，需要排雷的时候让他们上就行了。这些人就这点作用。简而言之，精英组和末尾组一起进入黑暗时，末尾职员会被要求无条件执行命令，可以理解为奴隶一样的耗材。那么您先走吧。你说什么？我说，你先走吧。白痴！当然，我很清楚他走不了，只是想惩戒下他的优越感。欢乐主题公园规则2：非乘坐设施游玩时，红色队员需在5米范围内共同行动，否则就会被绞杀。怎么？周围游行的吉祥物们齐刷刷地盯着甄代理。我们一起抽到了红组，看起来受到了某种限制。怎么会？你不会早就知道吧？不是，唯一幸存的4个平民就是同一组的，所以抱团可能生还率高。好在他勉强接受了，但其实都差不多，该死还得死。我趁气氛稍有缓和，提议尽快一起乘坐3个设施逃生。我们就从奇幻列车开始吧。这不是资料里提过的那个吗？是的。可做过的人全死了。确实如此，但我不仅有必须选他的理由，还有安全过关的办法。首先，我记得他的出口处有整个乐园的地图，这对于规划逃生路线至关重要。其次，怪谈规则第4条是尊重颜色区域，不要惹恼吉祥物，所以我得尽快确认红色吉祥物的情报。达成这2点最快的方式就是乘坐奇幻列车，它类似迪士尼乐园里的7个小矮人矿山车，是个沉浸式介绍主题故事的游乐设施。而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永远是怪谈逃生的重中之重。但要说服这群人同意，还得用其他方法。之前全灭的都是些一无所知的平民。对精锐的探查队来说，应该不难吧？说的也是。捧杀确实在哪里都好用。这算什么？喂，你以为你有发言权吗？别担心，我在乐园打过工，知道怎么过关。啊，那样的话，应该会没事的。就这样，穿过空荡荡的诡异检票口，一只兔子司机在我们的腕带上盖了第1个章，引导我们上了色彩斑斓的蒸汽小火车。那现在该我发挥了。黑炭中有段描写，一个名叫李志源的职员曾试图利用紧急制动的装置来刹停番茄快车，虽说最后以全员死亡告终。
但重要的是，这提醒我，怪谈里的游乐设施也有控制装置，所以一上车，我也找到了这里的控制装置。请抓紧！我快速召唤出手套。你这是？抓什么？扶手！话音未落，我一把将操纵杆拉到底，列车瞬间以疯狂的加速度向前飞驰。没错，这就是我的独家秘籍——速通通，给奇幻列车开高倍速，直接跳过中途沉浸式的恐怖事件。只要跑得够快，他们就追不上我。车厢外的恐怖音效被风声撕碎，但车厢里的旁白却无比清晰。旁边生动地讲述了一个4612亿年前的故事。黄色的花，蓝色的龙，红色的兔子，因理念不合，开始抢夺这片乐园的地盘。最后，红色的兔子不择手段地接连杀死了昔日好友。旁白在刺耳的噪音中戛然而止。而此时，列车也开始减速驶向终点。我缓缓睁开眼，冷汗瞬间浸透后背。本以为快速掠过了那些恐怖事件就能全身而退，未曾想正前方赫然出现了一颗巨大无比的兔头。更恐怖的是，两侧车窗也密密麻麻贴满了红色兔子头，这应该就是刚才旁白里的兔子。大概明白了。刚才不是说了吗？兔子把朋友们都杀了，意思我们现在也得杀掉身边的人才行吧？面具下的眼神变得阴险起来，阴冷的目光在我们三个身上来回扫荡。你摁住那个白大褂。张虚云被吓得瑟瑟发抖，但也只能遵从命令，扑过去死死地按住了研发员。你来动手吧，杀了他看算不算过关。抛开居然让我动手杀人不谈，关键是绝不能在这儿迎合兔子的喜好。这类似服从性测试，如果一上来就按指令杀人，接下去的任务只会越来越变态。我在原作中看过太多类似让人用肠子当跳绳的恐怖桥段了。我不杀，这是陷阱。陷阱？光是离开队友5米都会触发绞杀，更何况直接杀掉。不杀可能有惩罚，但杀了，马上全死。当然，我是在忽悠他，我才不要杀人。对，我死了，你们也得死，对吧？够了！希望你别后悔。虽然真代理的脸色很差，但暂且算度过了眼下的危机。放弃自相残杀后，周围恢复了一片死寂，所有的吉祥物都消失了。暴风雨的前夕，刚才违背了规则，肯定已经惹恼了兔子。那接下来能做的，只有抓紧时间逃离红色区域了。我迅速冲向出口，寻找那块地图。这怎么回事？刚才明明还有其他颜色的，都被赶走了。地图上全变成了红色的兔头，看来区域已经异常。手腕上的入场券伴随着震动，更要命的是，入场券还逐渐出现了裂缝。我瞬间汗毛倒立。规则第1条，请妥善保管手环，否则按闯入者处置。情况失控，我也没了头绪。金锁音，能听到吗？就在这时，周围凭空传来了科长的声音。科长，哪来的声音？原来是他通过朴主任的装备跟我联络。随后在有限的通讯时间内，我获得了2个信息：第一，科长顺利找到了D组成员，并共同完成了3个项目；第二，他们现在身处的蓝色区域在乐园西侧，而这让我和在场的人都陷入了茫然。我们这会儿不就是在西边吗？没错，奇幻列车的出口就紧贴乐园西边的城墙。我强打精神，重新审视眼前的地图。首先，东边是茂密的森林，西边是我们背后的城墙。其次，既然是同步进入，就不可能是不同的棋盘。那西边的蓝色区域到底在哪？知道了，快走！只要在兔子追来之前逃出红色区域，就还有希望。但已经晚了，吉祥物如狮潮般涌出，朝我们追赶而来。整个区域瞬间陷入诡异的喧嚣，眼看着那些漂浮的气泡顷刻间就将路边的栏杆腐蚀融化，我连恐惧的时间都没有了。那边，往大门跑！好像被锁了。城墙下那扇56色的装饰门就是我们唯一的逃生出口。我毫不犹豫地挤开门缝，钻了进去。快，钻进来！但紧接着就目睹了让我恶心的一幕。他失去平衡的瞬间，就被扑上来的吉祥物死死压在身下，强酸腐蚀着他的身体，眼里满是绝望。指甲，朝我射指甲！指甲瞬间贯穿了我的手掌，靠着肾上腺素，我拽紧丝线，拼命才堪堪将他救了出来。而眼下，一双双流着血泪的眼睛就贴在门外，死死盯着我们。怪谈规则5：吉祥物只能在自己的区域活动，而我们脚下的地板是白色的。下一秒，恐怖的吉祥物也消失不见。
成功了！甄代理冷冷地看向研发员，但他刚才受伤不浅，估计也没余力出手。谢谢，多亏了你。没事，是你装备的功劳。现在可没有太多时间客套，这里并不是终点。刚才收到科长情报后，我便在想问题出在了哪里，反倒是地图中不断冒出的兔头提醒了我。第一，大型乐园中并不只有游乐设施，还会有很多公共设施。第二，科长说蓝色区域就在西边。第三，吉祥物只能影响他所属的区域，我便由此推断，西边的这个城墙就是不同区域间的公共设施。脚下的白色地砖也印证了这点，它像壁垒一样隔开了地图上的不同区域，而它后面应该就是蓝色区域。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壁垒。公共设施就像是真空地带，不涵盖在规则内，我只能靠这种卡 bug 的方式逃离红区了。眼下我顾不上给他们解释太多，阳光洒了下来，总之先过去再说。果然，墙砖后面是水上乐园的景象。这个充满夏日气息的空间，让逃亡暂时告一段落了。正当我稍微放松下来时，远处却好像有人向我跑来。小鹿啊！经过1个月的相处，此刻安全感一下涌上心头。这时，科长也背着行李走了过来。可打完招呼，我才发现，根本不是行李。公司的精锐死了。我叫金锁阴，一个头破血流的怪谈牛马。好不容易逃离死亡红区后，我终于跟地组领导们在蓝区会合了。那个，科长，您肩膀上的尸体是？哦，他只是晕过去了。真正的尸体在后面呢。通过他们的描述，我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蓝区的吉祥物正义感爆棚，极其厌恶队友相残，但 A 组的螳螂却在游玩途中强行逼死了 Y 组的3名职员。于是设施刚停，蓝色吉祥物便在终点处决了他。A 组的绿头鸭当时想出手阻止，但李科长为了防止他把全队拖下水，果断一记手刀敲晕了他。突然，科长将绿头鸭扔在地上，一顿猛揍。石科长，醒醒，有需要治疗的员工。结果绿头鸭一醒来就质问科长为什么对 A 组组员见死不救。我的 A 组，你就看着他死。我是 D 组组长 ，A 组不归我管，那是你的责任。科长一脸无辜地说出这句话时，我竟感到意外的解压。眼看要起争执，甄代理出声劝解，希望绿头鸭能先帮忙治疗，以便尽快通关。但我没想到，绿头鸭的专属装备竟然是一个治愈戒指，众人的伤势很快便恢复如初。那种装备几乎是独一份的，真羡慕，这我是真想要。我默默记住装备特性后，便跟红组一起前往其他游乐设施。很快就能结束，不用担心。其他人也没有离开，陪着我们一起行动，似乎刚才就是专门等我一起走。对的，这里的吉祥物蛮好的。很快我们便坐上了名为蓝色山脉的漂流设施，果然一路非常顺利，我们转眼就结束了剩余项目的乘坐。出口在北边，我们走吧。是。来到北门，一只蓝色吉祥物引导我们刷卡离园，结果那名研究员又开始作妖了。他猛地推开众人，像是多1秒都不愿意走，赶着想冲出闸机。然而这次他踢到了铁板。坏孩子！救命！快救救我！在凄厉的惨叫声中，狼人对着他招来了血盆大口。怪谈规则第6条：公共场所请注意言行举止。看来吉祥物是对他之前的种种劣迹降下了惩罚。不要，救不了。虽然我并没有这种想法，但还是按他说的闭上了眼睛。很快，周围恢复了平静，蓝龙也像无事发生一样。众人神情凝重地陆续走出闸机。等轮到我时，蓝龙却挡在了我面前。乖孩子，他抓起我的手腕，我能感觉到手环似乎有某种变化，腕带上逐步浮现出会员通行证的字样。继续玩吧。一切发生得太快，我想继续通过闸机，却未能如愿。知荣名誉，方得此物。闻听此言，我突然开始咳血，但我回过神才发现出口已经关闭，只有我被留在乐园里了。我叫金锁阴，一个有小情绪的怪谈牛马。在被吉祥物阻止离开后，我躲进了乐园的更衣室。他当时不仅将手环变成了会员证，还给了我一包零食，应该是某种奖励。看来规则6中的善恶赏罚也记录了我们在红区时的行为。但好孩子就要被永远困在这吗？这可是随时会死的 B 级怪谈，在过去的记录里，从来没有人能存活超过24小时。眼下我被彻底困死，身上的道具也帮不上忙。就在我陷入绝望时，便签本冒了出来。莫非会员也算是解锁了新身份？来不及多想，总之这是当前唯一的变数了。竟然是原作中极其出名的道具，它叫善良的朋友。功能是可以邀请里世界中某个人的部分精神寄宿在布偶里，它类似主题乐园的纪念品，只有乐园的游客才有权使用。但我现在有 VIP 手环，所以应该也能用。
虽然怪谈中的请神行为风险很高，但眼下只能放手一搏了。我先依照使用说明，从乐园商店找来了水、盐和火柴这3样东西，但还缺1枚硬币和1件与朋友相关的物品。硬币在红区时已经耗尽了，而相关物品更难办，因为原作中，假如用的是某本童话书，那邀请来的就可能是童话书中的怪物。这个设定对于身处怪谈世界的我来说，简直是绝杀。思来想去，我决定再赌一把。根据说明，我先塞了1大口盐，随后开始了仪式。我用手指蘸水，在地上画好图案，便将布偶放了上去。接着我忍痛用最贵的银蛇币替代了硬币，而最后那件物品，我选择了自己的领带。因为我本身不属于怪谈世界，那烧我的东西至少不会招来怪谈的怪物。随着火光摇曳，六芒星也愈发刺眼。我屏住呼吸，期待能有个好结果。突然，一连串声音瞬间在我脑海中炸开。看啊，我是千面之神，混沌之王，极狂之巅峰，游焰之幻梦，服刑之走兽，战乱之煽动者，科学缔造者，是服刑者之贪妄，星辰之君王，虚幻之深渊，智慧之真口，狂动之咆哮，皓月之暗面。但马上戛然而止。等我再睁开眼时，发现火焰已经熄灭，物品也焚烧殆尽，但布偶却一动不动。就在我以为替代方案失败，准备逃跑时，陆先生，布偶里传出的竟然是周二问答秀怪谈里那位电视头主持人的声音。小陆先生，主持人先生啊，是陆先生没错，很高兴见到你，我的朋友。我叫金锁因，一个走投无路的怪谈牛马。刚才还一动不动的布偶玩具，此刻竟蹦蹦跳跳的开口叫我朋友，而且请神仪式请来的居然是我认识的怪物电视头。陆先生，真心希望您能加入我的新节目。啊，主持人先生，您近来可好呀？见到你真开心。我不太记得了，我挺好的，就主持节目。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主持人的声音断断续续，记忆似乎也有些模糊，应该是因为善良的朋友这个道具，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主持人本身，但还是不能大意。那个，主持人先生，想请教您个问题。随便问哦，我的朋友。哎呀，等等，叫我布朗吧，不然太生分了。现在已经顾不上太多了。哦，好的，布朗。我赶紧直奔主题。我现在想离开这个乐园，但找不到出口。哎呀，别担心，我很擅长找路的。不是迷路，是吉祥物封锁了出口。原来是特殊情况呀。接着，我向布朗概括说明了今天的来龙去脉。真是些糟糕的家伙，我还以为只有明星才爱耍大牌呢。不过，我更在意那个没出现的家伙。我瞬间反应过来，既然有红区和蓝区，那肯定也有黄区。只要找到黄色区域，或许能从那儿离开。只是，他可能已经死了。布朗的话又将我拉回了现实。哎呀，小陆先生应该也已经知道才对啊。你不是说黄队也是在蓝区完成的任务吗？我倒吸一口凉气。没错，从始至终没听领导们提过黄区。黄队的银代理和朴主任也是被科长在蓝区附近找到的。难道本就没有黄色区域吗？思索片刻后，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是什么呢？一起，陆先生可以扶我一下吗？这时我才发现布偶竟然是有体温的。身体有点不适应，但请放心，我很能干的。当然了，您最厉害了。出发！不过我们要去哪儿？我要先确认一个关键点，这次的出生点刷新明显违背了规则，那说明一定有蹊跷。布朗，你能帮我预警吉祥系的情绪吗？一路上，布朗边唠嗑边交给了我几个演播室里常用的手势作为预警信号。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乐园的服务中心，原作中这也算 VIP 的特权之一。您好，能告诉我这里与红色区域接壤的地方有哪些吗？蓝龙稍显不悦，但还是给我指出了一条线，就是有点用力过猛，但我也确认了，红区和蓝区东侧是完全接壤，这信息很重要。谢谢。我想再问下，突然布朗给我打了信号，这意味着对方情绪极其不爽，所以我只能打住话题。看来红区是他的逆鳞。谢谢您，我不会靠近红色区域的。说罢，他果然有所缓和。好孩子，并且又给了我一包零食。虽然得到的信息有限，但我也不敢多问。接下来只能趁天黑前自己找出口了。我叫金锁因，一个绞尽脑汁的怪谈牛马。凭借从蓝龙那补全的地图信息，逃生路线也终于明朗。我的推断是，首先黄区肯定存在，否则怪谈桌游不会有黄队棋子，背景故事也不会提到。其次，在红区时确认过，东边是森林，北边是入口，南边是悬崖，西边是蓝区，区域间严丝合缝。最后再排除刚才跟吉祥物确认过的区域，搜寻剩下的地方，应该就能找到黄区。
所以你才在这块到处找吗？没错。天色渐暗，我跑到两腿发软，终于在西北角的厕所旁边发现有一条被禁止入内标志拦住的隐蔽土路。但麻烦的是，铁门旁此刻正好站着一个吉祥物。你是担心那个吉祥物吗？对的，如果被发现，我怕会被处决。小问题，先让我出来。下一秒，他竟然打了个响指，我瞬间应激，因为问答秀中响指就代表他要焚烧某人，但这次不同，这是……看来他的能力不只是焚烧，还有我关掉了你的灯光，而这也让我意识到怪谈怪物的深不可测。现在应该可以了，走吧。于是靠着隐身 buff， 我快速穿过铁门，沿着土路径直跑上了一处荒山。这里与蓝区差别巨大。终于，我看到了一个写着金花度假村的招牌。远处庞大的建筑群沿着海岸线展开，外表破败陈旧。从名字来看，这儿应该就是荒废的黄区。更重要的是，度假村入口的这扇门，在逻辑层面就是乐园的出口。我赶紧跑向大门的配电箱，尝试给门禁装置通电启动。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布朗，如果刷会员卡进度假村，会不会也被要求游玩设施？这破地方看起来早就倒闭了，就是块荒地而已。闻言，我立即按下按钮，幸好还能用。至于门禁，应该用会员卡就行。随着我进入铁门，蓝龙突然出现，他径直狂奔而来，但我已经身处黄区，所以下一秒，虽不清楚他哭的原因，但我心里还是感到一丝不忍。咱们赶紧走吧。同时，我也怕跟怪谈结怨，所以趁着大门关闭前，我将爱丽丝套装里的饼干丢给了他，但愿他能喜欢。好孩子。伴随着熟悉的玻璃感来袭，我好像听到了布朗的声音。在睁开眼时，就回到了公司的会议室。劫后余生的多巴胺直冲脑门，我激动地站起身，才发现周围空无一人。估计是因为我晚了几个小时，所以大家都下班了。正当我准备联系领导们报平安时，我突然发现那个腕带竟然还在手上，但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就毫无征兆地自燃起来，但很快又自己熄灭了。当火焰褪去，我才发现我手腕上赫然多了一串纹身，这又是什么鬼？我叫金锁因，一个好运连连的怪谈牛马。当我从恐怖乐园逃出来后，刚出会议室，就看到了行色匆匆的领导们。小鹿，哇，小鹿终于出来了！原来由于我迟迟未归，他们都很紧张地去四处打探能回怪谈救我的门路了。什么情况？怎么晚了这么久啊？我故意抬起手腕，试图展示纹身，但从他俩的反应来看，并没发现这个纹身。你咋了，小鹿？没事，刚有点走神。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为了不惹麻烦，我果断隐瞒了会员卡和布偶的事，只简单说成因为闸机断电才另找了出口。所以回来晚了。刚担心死我们了。总之平安出来就好。对了，积分明天就会到账。听说这次会有近万积分呢。按理说，我活着出来会稀释掉大家的积分份额，但比起积分，他们好像更在意我的安危。老实说，这公司里难得的温馨氛围让我有些感动。如果这不是怪谈，而是现实，该多好。话说，科长去哪儿了？被叫去 A 组喝茶了。没事的，顶多挨顿骂。我立马想起当时 A 组绿头鸭暴怒的反应。要不是性格问题，科长早都进精英组了。他人就这样，没办法。谁能想到，长着一张高冷帅气的脸，性格却……听到这，我更确信，只有我才看得到蜥蜴脸。但确实是个好上司啊。我也认同科长是好上司，毕竟今天见识了故意让自己组员送死的神经病。听说郭继康在汇报时狡辩他是一时慌乱，才让研究员也进了怪谈。估计顶多扣点工资，毕竟死的只是普通员工。但这次死了人，短期内应该他会有所收敛吧？看来领导们也不愿意跟郭继康共事，这更让我坚定后续得多提防他才行。正闲聊着，科长回来了。小鹿没事就好，今天提前下班吧。是啊，也没什么其他事了，快回去休息吧。啊，好，谢谢。谢什么？快去吧。就这样，在领导的催促下，我便先行离开了。在上交完采集器后，恐怖乐园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叫金锁因，一个精疲力尽的怪谈牛马。在今天的恐怖乐园中，我意外召唤出了怪谈里的布朗，并靠着他的帮助勉强逃出了怪谈。回到公司后，我才发现领导们不仅非常在意我的安危，甚至还催我翘班回去休息。于是我受宠若惊地走出了公司大楼，结果一转头就碰到了 Y 组新人张虚云。您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刚回来。这次怪谈后，谢谢。整个 Y 组就只剩他一人活了下来。我本想宽慰他一下，但交谈中让我意外的是，他当时并不是害怕鬼怪，只是单纯晕血，而且我非常需要许愿泉，所以只能在现场探查组。似乎他也有自己的执念。那祝您一切顺利，撑过这3个月吧。啊？什么3个月？通关 B 级怪谈后，3个月内升职的概率很高。于是我索性将刚从领导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告诉了他。大家都不容易，有点盼头，总能更有力气熬。道别后，我满身疲惫地回到公寓。顺带一提，刚才跟张旭云的闲聊中，我才得知，居然只有我没加入同期的新人群。虽然他给了我群聊链接，但我暂时没心思加。当务之急是搞清楚纹身，而布朗或许知道其中缘由。布朗，听得到吗？从怪谈出来后，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所以我试着用黑炭中提过的方法唤醒他。我关掉了灯，用手电筒照向布偶，然后静静等待。墙上的影子慢慢摇晃着变大，应该是奏效了。看来在怪谈外唤醒布偶的方法是可行的。布朗，啊，从乐园出来了，恭喜你！是啊，谢谢你。而且布朗确实像原作描述那般，能记得所有发生过的事。寒暄2句后，我直切正题。布朗，我有问题想问你。正好，我也有问题想问。那不如我们玩一问一答的游戏如何？到底是主持人，时时刻刻都想整节目效果，我也只能点头答应。我想问的是，这个 Socius 是拉丁语，伙伴、盟友之类的意思。意思我刚查过了，但为什么其他人看不到啊？啊，我看得清清楚楚呀。这说明怪谈生物是能看到的。接着，布朗表示这纹身类似乐园的特权凭证，但我根本不想再去第2次。陆先生，你刚才连续提问，违规了哈。啊，我没关系，朋友。那现在轮到我了。好险，我生怕他一生气把我给点了。啊，好的，你问吧。住在隔壁房间的是谁？意料之外的问题让我有些发懵，他为什么会好奇白史县呢？啊，是公司同事，关系好吗？就普通室友。怎么了？啊，这样啊，那就好，别跟他走太近哦，因为他很快就会死。啊，真可惜。就在刚才，大家从广播中意识到，在这个随时都会死人的地铁怪谈里，出现了一张逃生票。哪怕代价是一颗人类的眼球，也阻止不了人们的求生欲。人们压抑着恐惧，小心翼翼地互相盘问年龄和血型。轮到我时，我面不改色地撒了谎，我不是 A 型血。事实上，我完全符合广播标准，但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毕竟现在车厢里的人随时可能失去理智，而且他们根本没注意到广播的关键点。就在这时，竟然有个新进员工举手坦白，其实我完全符合标准。他大概是觉得稍有不慎就会死，吓破胆才全招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前方到站，愤怒站。交接失误的车站到了，这人满脸紧张，白世宪却突然开口问他：“你确定你是 A 型血？”是，真可惜。眼球破裂的声音令人作呕，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人就倒了下去。白史宪轻盈地跨过倒地的男人，面带嘲弄地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径直下了车。高英恩气坏了，我心里却涌起一种答案揭晓的爽感。怪不得他外号叫毒蛇，先砸烂别人的眼睛，消灭竞争对手，再用自己的眼睛去交差，确实歹毒。虽然之前也有交出自己的东西而逃脱的案例，但终归还是个蠢货。因为就在刚刚他引起混乱时，我拿到了真正的遗失物，一个装着眼球的透明盒子。很简单，既然广播说是失物，就说明这是别人掉的东西，而且肯定就在车厢里，根本没必要闹这一出。车门即将关闭，我对着窗外，向白世宪举起了手中的眼球。他的表情瞬间扭曲，发疯般的拍打车门，但无济于事。列车从愤怒站出发。随着列车驶离，站台深处隐约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失物已转交给车站职员。我叫金锁因，一个追悔莫及的怪谈牛马。就在刚才，被我召唤出的怪谈怪物语出惊人，他居然说我的室友白史宪很快就会死。可我分明记得他在原作中有很多戏份，最后还升到了科长。为什么？陆先生看过连环杀手类的电影吗？电影？简单讲，
他捡到了杀人魔的东西，因此马上就要惨死了。听完后，我被惊得说不出话，这跟我已知的信息出入太大，所以和布朗互道晚安后，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虽然不想沾染杀人魔这么可怕的因果，但也会担心有蝴蝶效应波及到作为室友的我。布朗应该不会空穴来风。于是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通过张旭云的链接加入了新人群聊，结果还没来及打招呼，群里就炸开了锅。奈何除了高英恩和那个地铁伤员，其他人的关注点都在我的巨额积分上。果然，这种群聊就是浓缩版的修罗场啊！简单应付后，我便从列表中找到了白史宪，私发了一句“小心杀手”，消息瞬间显示已读，但他没回。不管了，我决定给他连发个1周，也算仁至义尽了。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因为昨晚没睡好，所以我刚准备浅浅摸个鱼，结果小鹿啊，你发财了喂！我一时间有点恍惚，好久没听过这2个字了。你赚了2万积分！我赶忙查看账户，竟然是真的。可昨天不是说只有1万吗？是 A 组的真代理向上级强烈要求要给你额外积分。这一刻，蝴蝶工作狂在我心里的形象瞬间伟岸了起来。听说本来科长也要被列为主要贡献者的，但 A 组的科长疯狂反对。想起科长得罪绿头鸭的事，我只能默默咽下尴尬。不过积分是真的香，但福兮祸所依，转头我就从银代理那得到了一个噩耗。小鹿 ，A 组的人找你。哈？是 A 组缺人要叫小鹿吗？对的，刚派人打的电话。好事儿啊 ！A 组有额外积分。原来是 A 组要去多人怪谈，所以临时喊我凑数。去吧，小鹿，好机会。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来到了 A 组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高档装修、独立办公室，看起来 A 组的人都是1人1间，还有专门的会客区。原来这就是精英组的待遇。紧接着，那个女人就冷着脸出现了。喂，首席。您好，甄代理。那个，谢谢。走吧，我们科长要见你。哦，好。我本想感谢他帮我申请积分，但他压根儿没接话，就把我带到了绿头鸭的办公室。金首席来了。科长好。我还是第一次听甄代理夸别人呢，看好你哦。那准备出发吧。他同样没给我说话的机会。A 组的人还真难相处，但马上我就见识到什么叫精英团队。采集器确认，录音笔确认，面具确认，预定进入时间11点，倒计时31分钟，各项检查完毕。A 组的流程比我们 D 组严格得多，我们通常是听科长讲着冷笑话就直接进怪谈。在我刚想好好学习一下的时候，那个金锁一你还没看手册吧？是的，还没。那就别看了，听说你擅长推理。开什么玩笑？这……那我们进去吧。哎呀，好久没这么期待工作了。但我顷刻间好像明白了，这是公报私仇。为了报复科长，在蓝区时没有对他的组员出手相救，科长当时用职责划分怼得他哑口无言。看来他是准备用相同的理由来报复，所以才不把怪谈的信息告诉我，就是想让我也死在怪谈。我叫金锁因，一个忍气吞声的怪谈牛马。现在的我正在怪谈中经历着职场霸凌。来到这个废弃工厂前， A 组绿头鸭没给我任何信息，他俩还在旁边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导致我连使用支架的机会都没有。又因为原作中废弃工厂的出现频次太高，所以短时间我也无法确认是哪个怪谈。科长，那边有扇门。是啊，索因先生去看看。我实在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着急，一唱一和，毫不掩饰。索因先生就要我去当炮灰。是，收到。面对这一无所知的怪谈，我生怕下一秒就被不知名怪物秒杀。正当我思考对策时，朋友布朗就这么水灵灵的自己醒了过来。哦，又到了新怪谈啊！我差点当场飙泪。此情此景下能有个善良的朋友，真是救大命。为了不被 A 组发现，我赶忙示意他小点声。哎呀，放心，不是朋友没资格听我说话。感觉陆先生情况不太妙啊，被欺负了吗？万万没想到，有一天竟能从怪谈怪物身上获得救赎感，有点痒。而且他确实也如原作描述那般，对我的当前情况了如指掌。小问题，有我呢。于是，在布朗的鼓励下，我壮着胆子打开了那扇门。里面是个废弃的罐头车间，充斥着刺鼻的腐臭味。更要命的是，还有一具尸体。看到那边的尸体了吗？去检查下。是。我强压内心的愤懑，快速召唤出我的专属装备，用它去检查尸体。男性，职业装，后脑出血，似乎是被重物击打头部而亡。不错，翻过来看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能先忍住再说。是。但下一刻的画面我终身难忘，因为眼前的尸体竟然是我自己。
索因长得一模一样啊，是陷阱吗？科长，差不多该给我手册了吧？啊，不急，索因先生就当做是进入了小说或者电影，然后继续推理看看。其实看到尸体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明白了，这个怪谈叫我死的那天。简单说，就是一个悬疑故事。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会自动被标记为受害者，必须在有限时间内改写故事走向，找出凶手，否则受害者必死无疑。但他似乎还没玩够。别用专属装备，你亲自去四周检查下。不行，所以我果断拒绝了绿头鸭的命令，因为常规流程太耗时间了，我不想多待1秒。科长，能给我10分钟吗？10分钟？我有办法，10分钟内逃脱。哦，那好。可能出于好奇，绿头鸭并未在为难我，那就开始速冲。我叫金锁因，一个戏精附体的怪谈牛马。刚才我看到自己的尸体时，就知道了这个怪谈的信息和逃生方法，所以得到绿头鸭的许可后，我开始用手套仔细在尸体外围探查。因为我想起一个探查记录，有人在类似的电影怪谈中，因为吐槽和剧透剧情，最终导致怪谈空间崩塌。而且原作中那条荒诞的探查记录，正是出自郭继康之手。既然都是烂俗故事，这招肯定管用。很快我就发现了目标，这个大小与伤口尺寸吻合。哦，陆先生，这可是决定性证据。那就是凶器吧？没错，原本应该是顺着凶器继续往下反复找线索、改剧情，避免死亡结局，但我没那么多时间。金锁因，你……我要直接效仿那条逃生记录，开启疯狂吐槽模式，尽快结束这场霸凌。那怎么会是凶器？那就是普通的铝制材料，硬度根本不够给人开瓢。有意思。说完后，我明显感受到了空间的震感，看来方法可行。谁会蠢到用这玩意儿杀人啊？于是我试着变本加厉地嘲笑怪谈。金锁因，你……而且罐头工厂用罐头杀人的情节也太老套了吧？哦，我同意。话音刚落，整个空间的震感更强了。这样看来，是时候放大招了。如果这是小说或者电影的话，那作者得多业余啊！什么情况？周围的一切都爆了开，伴随着一声突兀的悲鸣声，下一瞬间我们就回到了 A 组的办公室。黑暗结束了，为什么？哦，因为怪谈破防了。绿头鸭确认完采集器无误后，便转头问我缘由。当然我早有准备，所以我用成功学中先射箭再画靶的套路，将毫无关联的因果连在一起胡扯了一大堆。您提醒我是电影故事，所以我就想直接攻击故事本身会高效。仅凭我们的言行和周围环境，就推测出来这么多。是的，这样就算能糊弄过关回去了吧？真厉害，人才，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哈，他这是啥意思啊？索因先生，索因先生。我在 A 组的空缺就正式由你来填补吧。我靠，失策了，这不是报复，而是招募。今天的怪谈也不是霸凌，而是测验。因为我先入为主的误判和刚才的瞎掰，反而让自己误打误撞地通过了这场考核。我叫金锁因，正坐在一辆下错站就会死的地铁上。上一站，白石县以眼球被生生挖走为代价逃出了怪谈，车厢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但很快，阴森的广播又响了：前方到站赠物站，屏蔽门即将开启。车厢内鸦雀无声，更要命的是，大家的目光开始齐刷刷地往我身上瞟，那意思太明显了，他们全都在等着看我下不下车。我心里苦笑，确实，上一站只有我一个人找到了遗失物。至于最后为什么没下车，我只是单纯不想跟白石县那种疯子单独多待1秒。列车从赠物站出发。车门刚关，高英恩凑了过来。那个，关于前面您提到规则，其实我也试着琢磨了下。您说。如果每一站都是指人的目的地，那如果有希望站、幸存站之类的，我们是不是就该下车了？啊，那样的话大概还是会死。为啥呀？其实是前方到站宁静站。广播打断了我的话，听到站名，我差点笑出声。我没有丝毫犹豫，我们得在这站下车。在这里吗？对，就是这站。能走吗？一起吧。车厢缓缓打开，这到底宁静在哪里？门外完全是一片血海。
这里确定没错吗？我被吓得躲在高英恩身后。理论上是。高英恩听罢，竟然率先走下了车，结果刚下车，一滴血就滴在了他肩膀上。刚才的伤员也下定决心走了过来。我也相信你。得，托他俩的福，我被架在杠头上了。毕竟错过了这站，后面我心里也没底。硬着头皮来到站台，我只能强打精神，哆哆嗦嗦的继续向高英恩解释原因。其实答案很直接，就是我们没有的东西。首先，这趟列车的主题很直观，站名都是恍惚、愤怒、悲伤这种情绪词。其次，广播指令也很直白，坐在座位上寻找遗失物，前往目的地。所以怪谈的文字游戏也要直观理解。所谓目的地，就是自己还没到达的地方；所谓遗失物，就是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因为身处怪谈，大家本身就已经处于恍惚状态了，看到人死在面前，心里肯定也有悲伤，所以恍惚站和悲伤站就不是正确的目的地。上一站的白始宪也一样，他自以为聪明，所以才选择上交自己的眼球来满足遗失物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必须在当前绝对不可能拥有的情绪站台下车，才能逃生。而宁静这2个字所代表的情绪状态，就是当下人们最不可能拥有的。就这样，我们朝宁静站的出口走去，楼梯到处贴满了符咒。我真的不想再多待1秒了。好在那个熟悉的玻璃感又来了。顷刻间，我就被传送出了深渊地铁。我迫切想确认自己是否脱离了危险，主持人的声音却将我再次拉回了怪谈世界。恭喜各位通过考核，马上开始入职赠礼。还有那个人，我叫金锁因，刚从一辆下错站就会死的地铁上逃出升天，但我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动辄死人的怪谈世界里，居然还搞迎新表彰这职场破把戏。各位，现在有请本届新人首席金锁因上台领奖。他在入职测验中打破了得分记录。我生怕不听从指令就会被当场抹杀，只能硬着头皮走上了台，接过袋子。我不想多待1秒。紧接着，包括高英恩在内，其他幸存者们也陆续被叫上了台。我扫了一眼纸袋里，像是有任命书、奖牌之类的东西，但我对此毫无兴趣。各位的入职礼都收到了吧？台下没有任何人出声回应，大家都在期待是不是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事与愿违。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分数清算。在测验中靠蹭车蒙混夺冠的同学会被扣除相应分数哦。伴随着这句轻飘飘的话，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周围好几个人连一声惨叫，哪怕一次挣扎都没来得及发出，身体就如同胀破的气球般陆续爆裂开来，化作了一滩滩看不出形状的肉泥。一瞬间，全场活人蒸发了一大半。恭喜剩余的13位同学正式转正。辞职，我要辞职。哎呀，先听人家说完福利待遇再做决定嘛。那如果听完你说的福利待遇，我们还是要辞职，会有任何惩罚吗？保证没有哦。主持人的回答透着一股诡异的自信。此刻我意识到，所谓的福利绝对是让人无法拒绝的诱饵，否则原作中频频送命的现场探查组也不可能存在。按照主持人的说法，这叫许愿券，是公司的核心福利，它的功效只有一个，无条件实现使用者的任何愿望。紧接着，我亲眼看着老人将液体一饮而尽，竟瞬间返老还童。见此情景，会议厅里陷入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寂静。这一次不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渴望。我却在心里冷笑，这不过又是资本家最擅长的文字游戏罢了。想要积攒对应的积分，谈何容易？能让死人复活吗？当然可以，详细的使用方法，各位参考员工手册即可。会议厅的大门应声打开，现在请大家自行抉择，愿意留下的，请戴好面具。此时我才想起，在黑炭的设定中，面具正是现场探查组的象征，而且它会根据佩戴者的个性幻化出不同的样貌。思考再三，我还是戴上了面具，因为当下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出了那扇门就能完全脱离这个怪谈世界。其次，我有信息优势，得分进度或许会快一些，所以按设定来说，想彻底回到原本的世界，许愿券就是最靠谱的方案。虽然很荒诞，但我必须在这个随时会死的怪谈世界里找个班上。我叫金锁因，正坐在随时会死人的地铁里去上班。刚才那场血腥的入职礼结束后，我根据指引来到了公司分配的宿舍楼，时间2室1厅。不得不说，比我之前的出租屋要好。非要说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室友居然是白始宪。我本想赶紧溜回自己房间，结果，喂，
喂，你明知道有遗失物，为什么还害我白白被挖掉眼球？哦，为了好玩呗。你，既然是室友了，相信我，以后还会更好玩的。我强装镇定的回屋，心有余悸。白始宪这人睚眦必报，倘若发现我是个胆小鬼，一定会想方设法置我于死地。所以我只能强装疯批人设，但愿能让他对我有所忌惮。稍作平复后，我发现房间干净整洁，还有本上个房客的笔记本。我随手翻开，只见扉页上赫然写着巨大的"快逃"两字。感谢前辈，但我已经没救了。社畜不都是殊途同归吗？这时便签本冒了出来，提醒我有新的物品权限。它俗称贿赂道具，是一叠笑脸贴纸。原作的设定是限时限量提升目标好感度。看来每当我身份变更时，都会解锁新的周边。无论如何，今天总算熬到头了，还是先睡觉吧。第二天，我正式来到公司大楼报到。互相寒暄后，就是标准的走流程。朴主任和银代理对我进行了简单的业务培训。简而言之，这个世界充满各种怪谈，在这里被称为黑暗。现场探查组就负责收集黑暗中的梦素，而白日梦集团就是以梦素为原料，才能制造出各种能操控现实的药剂。想到这，我不禁心生担忧，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许愿券……没等我细想，开工吧，记得戴好面具。然后银代理递给我一个平板，上面就是我将要进入的怪谈。我刚滑动了下屏幕，那股玻璃感又来了。再醒来，我已经身处黑暗里了。这间便利店就是我要探查的怪谈，我得在这里躲够3天。好消息是，这里物资丰富，而且不会扼杀肉体，所以我准备先去拿些物资后躲起来。坏消息是，它会精神攻击。我刚转身想跑，但这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完蛋了，因为它不是在冰箱里，而是在我身后，所以我被抓到了。于是，在我被吓晕后，再次回到了起点。没错，这个怪谈就是捉迷藏，一旦被抓，就从头开始，而持续时间是坚持3天不被抓到，否则就无限重开。这字面意思就是，搞不好会一直困在这里。不行，这对我来说比直接死了更恐怖。于是我避开刚才的冰柜，准备先藏起来，再思考对策。苍白的光角以怪异的间隔和节奏移动着，我不敢睁眼，我真怕突然瞬间一张大脸又出现在我面前。但我更不敢用手机查逃生案例，因为光线会引来鬼怪。我只能快速在脑海中回想看过的原文，因为这类时效性的怪谈，我印象有看过很多。有了，我想到一个医院逃杀的异常篇章，它讲的是原本只需要在怪谈中躲避12小时即可，结果硬是拖了16小时11分才结束。这种情况就是异常，既然异常可以增加时长，是不是也可以缩短呢？这类怪谈往往都有宣告时间结束的触发器，便利店的触发器会是什么呢？是电子钟吗？不对，这挂得高不说，我根本来不及调。还没等我理清思路，头顶上方就传来了动静。原来是那家伙已经来到了收银台前，还噼里啪啦的胡乱按着收银机的按钮。我明白了，这家伙知道我躲在这里，故意逗我玩，得偷偷换地方，不然迟早被抓。我一直躲到他没了耐心，眼看着他一点点走开。我听到周围没了动静，貌似他是觉得无聊，去别处找乐子了。我刚打算趁机去拿些补给，结果我叫金锁音，正在这家便利店跟鬼怪捉迷藏，现在是第3次重开，前2次我都很快被抓，所以这次我选择相反的路线，打算躲在便利店出口附近，得赶快找到触发器才行。还有什么东西是跟时间有关呢？这些纸箱上都贴着快递单，那我可不可以通过提前签收来触发怪谈的结束点？但很快被我否定了，因为太牵强太复杂，简直是为了醋包饺子。原作毕竟是网络怪谈，所以得找到最能直观体现便利店时间流逝的道具才行。好在我渐渐发现些规律，如果我持续躲在一个地方不动，被发现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于是我被迫一边小心地保持移动，一边寻找补给和线索。但这家伙明显不打算让我太轻松地过关，每次我以为他注意不到我时，都会被猛吓一跳，似乎既享受抓人也享受吓人。还好不是享受杀人。终于我抓住空档拿到了食物，安全起见，我查看配料表时，发现竟全被涂抹掉了。我猛地意识到，莫非答案是保质期？便利店中本身就有很多保质期很短的商品，这样既符合怪谈主题，也符合时间触发器的逻辑。我在便利店打工时，就经常需要将临时商品扫码登记，况且若非如此，涂改这些标签也毫无意义吧。于是我快速翻看商品的标签，如我所料，保质期长的商品全没被涂改，
所以我决定赌一把，先找到保质期为3天的商品，再提前去做临期登记，就有可能触发异常，提前结束这怪谈。找到了，寿司便当，刚好是3天。我当即小心翼翼地朝收银台移动，趁着他在冰柜玩水的时候，我迅速翻过收银台，抓起扫码枪，准备完成最后一步。结果因为发抖，前几次都没扫到。他来了，终于弹出了确认信息。我疯狂点击确认键。等我醒来时，便利店外已经泛起了温暖的阳光，那说明我刚才登记完成。赌对了，但奇怪的是，怪谈还没结束。我叫金锁音，刚从怪谈里赚了2000万。在进入怪谈的1个小时后，我传送回到了公司。得知消息的领导们都一脸惊讶，原因是我绕开了怪谈实线，并成功通关。我详细描述了我是如何利用保质期来触发结束节点的过程。听完后，这俩上司看着我的眼神简直耐人寻味。只有我知道自己快被吓死了，但没想到的是，陆啊，这次通关报了多少钱啊？哦，2000万。你也知道，本来公司是要全部抽走的，但这次你就自己收着吧。业务指南明确提过，怪谈收益公司都要抽水，但他们却收好收好，公司那边我们来说。不争不抢的领导，我还第一次见。天降巨款的喜悦只是暂时的，还没来及多想，领导们便带我离开了会议室。既然成功完成了黑暗探查，那就得去积累最重要的东西了。那是什么？当然是员工福利商城的积分了。一番科普后，我才得知，这趟 F 级的便利店怪谈，我赚了100积分，而我心心念念的许愿券，居然要足足50万积分。我估算了下，就算全年无休，也得连干15年才能凑够。于是刚一下班，我就火速赶回公寓。我急需一个计划，让自己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以最短的时间凑齐50万积分。那第一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记忆，我登录了原作中的外星人黑市，这里面售卖各种贵得离谱的怪异道具。结果豪掷1700万，也只拿下了2样东西：爱丽丝餐盒和银蛇币。餐盒本质是增幅药水，能给微笑贴纸加 buff； 银蛇币则纯粹是碰上打骨折，不然我根本买不起。至于其他的，要么太贵，要么不适合现在的我。我快速盘点了一下当前道具，暂时也只能靠这些保命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代理喊进了办公室，果然又要开工了。今天是D级的周2猜谜秀，好消息是今天3人一组，坏消息是我没看过这个怪谈。别太担心，毕竟只是个D级而已。没错，就跟你入职测验时那个差不多，开卷问答。虽然资料里都写了对应答案，但我确实没想到会这么早进入自己没看过的怪谈。在我背答案时，通过他们的聊天，我大概拼出了事情原委。公司以我昨天单刷便利店为由，强行又给 D 组压了 KPI， 真是万恶的资本家。陆啊，答案都记住了吗？我刚想战略示弱，生怕下一秒就被拽进怪谈，没想到……哎呀，肯定早就背下来了吧？听说连业务指南那么厚一本都背下来了呢。啊！就这样，我接过银代理给的明信片，显然这就是进入怪谈的媒介。我看着代理和主任熟练地在上面分别写下了代号欢和有损，于是我也填上了代号。就在笔尖离开纸面的瞬间，我的精神仿佛被抽离一般，整个人被吸入了那张明信片之中。终于来了，欢迎各位参赛者们！一阵强光刺得我根本睁不开眼，在模糊的视野中，一只手径直伸到了我面前，然后我整个人僵住了。我叫金锁音，此刻正看着一头猪表演节目。这猪头名叫旋律屠夫，原作中是个音乐家，但我没听出任何韵律，满耳只有痛苦的哀嚎。就在刚才，我所在的这场问答秀突发异常，从 D 级陡然变成了 A 级，这头猪也因此降临了现场。随着他就位，节目立刻恢复了录制。那么新的环节中，究竟谁有幸成为合唱团的成员呢？答案马上揭晓，有请第1位参赛者。被点到的是刚才意外卷入的职员之一，也就是引发这次异变的第100期嘉宾，在家被迫滞留的我和2位领导，现场共计6人。而我们正在参加的是答错题就会死的周2问答秀。请问下列生物中寿命最长的是：1猪，2人类，3兔子，4跳蚤。人类2号，我选2号。回答正确。还好公司事先给过答案，他也没自乱阵脚，算是顺利过关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这异变的第100期节目里，如果答对题的话，恭喜您将首个奏响美丽乐章。没错，答对题就会像这样。
头颅被收集到银盘中，变成活体合唱团成员。哦，太惊人，太美妙了！看到这一幕，旁边职员的精神也临近崩溃，但扰乱直播秩序，同样只有死路一条。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听题。请问如……不知道，我不知道。轮到第3个人时，他竟然没听完题就说不知道。在场的人都被他的回答惊到了，但我瞬间明白，他是不想跟第1个人一样。现在无论答对还是答错，都是一死，所以选了相对体面的死法。那么下一位是……哦，是老面孔的万先生。但眼下留给我的时间也快没了。面对这场毫无预兆、没有任何逃生案例可查，甚至没多余时间思考的死局，我的大脑开始疯狂运转，拼命复盘这类怪谈的特性。祝你好运，请听题。此情此景下，朴主任的神情也变得非常不自然，可他接下来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意料。在回答之前，我可以对观众说一句话吗？哦，当然可以。我有家属正在住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有人在结束后帮我探望一下。主任他这是……不行，真要来不及了。哎呀，真令人感动。那么答案是……千钧一发之际，我做出了决定。请问，所有人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包括我自己。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那个，我有点头晕，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下？我正试着用微笑贴纸博取这家伙的好感，好歹先拖延点时间。是因为太紧张了吗 ？Cut， 先休息一下吧。还好，奏效了。必须得在这段时间内想到逃生的办法。主持人随后安排我去往休息室。在我刚准备走下舞台时，银代理往我手中塞了颗纽扣。就这样，我怀揣万分忐忑的心情走向了舞台后方。我叫金锁音，最大的愿望是能活着下班。今天的怪谈是一场问答秀，如你所见，节目超火爆。但别误会，这不是美食节目，而是稍有差池就会死的 A 级怪谈。不久前，我利用微笑贴纸争取了30分钟的求生窗口。趁主持人去补妆的空档，我赶忙掏出银袋里塞给我的纽扣，这是原作中的紧急通信器，也是唯一一次能与外界联络的机会。通过它，我联系上了那个男人。喂，请讲。我是地组支援金锁音，30分钟后，地组将全员死亡，请求支援。如我所料，紧急联系人果然是地组组长，而直到通话那一刻，我才得知他的代号竟是蜥蜴。蜥蜴本名李在线，原作中极少数能以纯武力硬刚怪谈的战力天花板。正因如此，我脑海中有了一个搏命式的逃生计划。与组长确认好后，我走出休息室，因为计划的实施还离不开一个人。趁着微笑贴纸的功效还在，我极力恭维了主持人一番，完成了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做梦都想加入您的节目呢，但节目组新增的环节实在太难看了些，所以抱歉不能答应您了。现在只能期待埋下的这颗种子顺利发芽。重返舞台后，我暗示朴主任必须答对问题。他虽满脸惊疑，但还是选择了相信我。作答倒计时3秒。3、2。4号，我选4号，少上。回答正确。那接下来成败在此一举。本该收走主任头颅的银盘突然炸裂在猪头面前，看来组长的武力值比我想象中还要高。原计划是让无法亲临现场的组长用他爆表的武力值，通过媒介卡片从怪谈外投掷来一个能引起现场混乱的道具。猪头的银盘被瞬间击碎。指挥家先生，于是他……选手还在等待，请您尽快让他加入合唱团。陷入了不知愤怒还是悲伤，恐怖的嘶吼响彻现场。但我没想到反应会如此剧烈，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会死。终于，我预期的那一幕出现了。看来你不尊重这场秀啊。主持人的规则如期而至，漫天烈焰瞬间爆起，将旋律屠夫彻底吞噬。至此，这项搏命计划算是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看组长的支援够不够快了。我的灵感来自那条规则，扰乱节目就会被焚烧。首先，猪头的设定是收集头颅进行合唱，那如果能破坏合唱，势必会令它产生某种紊乱。其次，主持人的设定是会焚烧一切干扰节目的存在，所以我想利用规则吞噬规则，先消除一个 BOSS。况且，就算失败，
这场混乱也足够拖延时间，等来救援。但我只算对了一半。主持人确实依照规则烧掉了猪头，但这把火却完全没有熄灭的意思。看来那颗种子的威力远比我预想中大得多。谢谢你，陆先生，是你让我想起了节目的初心。没有灵魂的节目，再多的嘉宾也无济于事。等我筹备好新节目，一定邀请你。那么届时再会。结果事态完全超出我的预料。活下来了！不知为何，我们竟然直接被传送出了怪谈。臭小子真是了不起啊！但现在我也想不了那么多了，总算是逃出来了。